一群10岁男孩拿着铁棍进行肉体排雷，这种极度危险的工作，稍不留神就会粉身碎骨。而这一幕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。1945年9月，2战结束，同时德国也结束对丹麦长达5年的占领。虽然德军撤离，但是在丹麦的西海岸上仍然留着100多万颗隐形地雷。为排除这些隐患，丹麦军方决定让德军战俘前去排雷，而这些战俘平均年龄只有12岁。负责此事的上尉宣布，丹麦不是德国人的朋友，不要指望德国人张开双臂欢迎，因为没人想在这里看到德国人。就这样，他们进行过简单的排雷训练后，满脸稚气的俘虏们踏上了死亡之路。这种赶鸭子上架的做法，后果可想而知。随着一声爆炸，原本12人的小队变成了11人。在丹麦人眼中，德国人的生命不值一提，大家都还来不及悲伤，就被上级分配到所负责的雷区。而看管他们的长官是个暴脾气，他对德国人恨之入骨，对待战俘自然是没有一丝怜悯。他曾因为一个战俘拿着丹麦国旗大打出手，如今那个男孩落到他手里，过程可想而知。长官带着这些德国士兵踏过暗绿色的茅草来到雷区，放眼望去满目皆是荒凉。他们要拆除指定范围内的56000颗地雷，每人每小时拆除10个，3个月后地雷就能清除干净，到那时他们便可以回家。随后长官指了指前方海滩，命令先清出第一片安全区域。他们排成一排，用铁棍一点点向前摸索。这时一名男孩发现异样，他先探出地雷的位置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拧开盖子，取掉引线。这个过程中稍有不慎，地雷就会随即发生爆炸。他们每一次排雷都是一次生死较量，每天工作8小时，每小时排10颗雷，也就意味着他们每天要与死神擦肩而过80次。好在第一天的排雷任务还算顺利，11个人的排雷小队安全返回。等大家回到住处，一些天真的男孩还在幻想，只要完成任务就能回家。而饱受战争摧残过的老兵并不这么想，甚至觉得他们太年轻，想法太可笑。老兵心里清楚，那些丹麦人是不可能轻易放过他们。德军俘虏待在这里无非是等死。渐渐的3天过去，这群小士兵被长官当成低贱的牲口，每天2点一线，拆完雷就关进小黑屋，甚至连一口吃的都不给。班长主动去找长官申请食物，结果却被告知他们不会去提供，因为在丹麦人眼里，德国人不配有饭吃，更不会在意这些德国士兵的死活。晚上久经沙场的老兵实在饿得受不了，他就地刨了一个坑，溜出去寻找食物，而这一举动也为后面的悲剧埋下伏笔。德军男孩正在小心翼翼排雷，突然间他开始呕吐不止。一旁的士兵见状想过去帮忙，可下一秒，由于呕吐物触到未拆除的地雷，男孩四肢被炸得粉身碎骨。士兵麻木地看着这一幕，因为在这片荒凉的沙滩上还埋藏着数万颗没有拆卸的地雷，而这些俘虏士兵还在等着任务完成安全回家。在这里谁都不知道下一个被抬走的是不是自己。原本无动于衷的长官坐不住了，来到扎伤的男孩身边，等男孩情绪缓和下来，找来军医将他带离这里。这时营地里的士兵全部开始腹痛难忍，老兵见此情形赶紧跟长官坦白错误，原来是因为缺乏食物，昨晚他悄悄溜出去偷了农场的马饲料，本是好心分给大家充饥，却不知此举导致大伙不停呕吐。长官得知后立马前往农场检查，他指着马槽询问里面是什么，怎知农妇一脸坏笑的表示马饲料里掺了老鼠屎，人吃了以后轻则生病重则丧命。这个恨透德国人的农妇其实早有预料，这群快饿死的士兵会来偷吃饲料，于是开始给他们下套。紧接着长官查出病因后，让士兵们灌海水催吐，再用干净水冲刷他们身上的病菌，一套里里外外清洗下来，大家这才捡回半条命。等到第2天，长官驱车前往军营，询问昨日被炸伤的那位小士兵，护士告诉他男孩已经死了。长官或许出于愧疚，便偷偷提了一箱食物回去给大家吃。打开一看，土豆汤配面包，这对德军俘虏们来说是有史以来最丰盛的食物。几天没吃过正常东西的他们，很快便狼吞虎咽起来。看着可怜的一群年轻人，他决定对大家撒谎，声称昨天送去救治的同伴已经被送回了德国养病。而这些信以为真的孩子们脸上露出了喜悦的神情。如今少了一个人，每个人的任务就要增加。长官要求每人每小时要排11颗雷，大家欣然接受，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回家的希望。第2天排雷时，士兵发现有2颗雷连在了一起，如果不剪断铁丝，就算去除引信也会发生爆炸。他赶紧给身边队友发出警报，双胞胎弟弟听到后赶紧朝哥哥喊话，可由于距离太远，哥哥没有听见。等弟弟反应过来，哥哥早已粉身碎骨。又一个男孩从这里消失，死亡的阴影再次笼罩在沙滩上。随着长官注入一针镇静剂，情绪崩溃的弟弟才缓和下来。渐渐的，这些男孩的生死似乎开始影响长官的情绪。长官找到班长，向他坦白炸伤男孩并没有活下来。其实班长早已知道，之所以他没有戳破长官的谎言，是因为回家已成为他们活下去的精神支柱。从这之后，长官不再将他们锁起来，甚至会定期去营地为他们寻找食物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但好景不长，这天突然的一声爆炸，长官的爱犬倒在血泊中，他心里对德国人的仇恨瞬间再次点燃。男孩用嘴捡起球，他像狗一样温顺听话，
而长官不停地拍打着他的脸颊，命令他跪在地上学狗叫。羞辱完男孩，长官仍旧不解气，下令让这群德军俘虏充当人肉探测器，对着这片沙滩展开排雷工作。这时老兵提出抗议，可回应他的却是一个凌厉的耳光，士兵们全都沉默不语。随后大家乖乖照做，开始人体排雷，他们的每一步都可能是最后一步，每一步都可能粉身碎骨。这种死亡的恐惧折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，他们每走一步，恐惧就加深一分。这样精神上的折磨，远比突如其来的死亡更加让人崩溃。这种在死亡边缘行走的心理压力，让老兵无法承受。他决定逃跑，但其他人却认为只要熬过去就能回家。现在逃跑只有死路一条。紧接着，他们将冲动的老兵绑起来。此时，隔壁的农妇突然跑来，他的女儿误入雷区，请求救援。班长二话不说跑去排雷。这时，双胞胎弟弟也出现了，他眼神中没有丝毫恐惧，径直走到小女孩身边，并温柔地安抚着她，还把自己哥哥的事情讲给女孩听。女孩听出了他的悲伤，就在伸出小手安慰他时，班长成功开辟出一条安全通道，女孩被救出，但男孩却待在原地。他望着那片炸死哥哥的海滩，心中似乎有了答案，于是他头也不回地向着雷区走去。顷刻间，伴着一缕腾起的烟尘，男孩化为荒漠上的云朵，就像哥哥一样。目睹这一切的班长精神处于崩溃边缘，而长官却表示一切都会挺过去的。排完剩下的地雷，他们就能回家。但是不久之后，老天爷又跟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。这天，一名士兵由于放置地雷时用力过猛，一声爆炸，尘归尘，土归土。等着回家的男孩们连同货车一起消失在这里，腾起的黑烟像是他们渐渐消失的灵魂。随着排雷任务的结束，11人的小队如今只剩下4个幸存者。本以为等待他们的是回家的喜讯，但这不过是个无耻的谎言。他们再次被派到别的地方排雷。天真的孩子们被骗了，长官也被骗了。他怒气冲冲找到上尉，而上尉只是冷漠地告诉他，这是上级的安排。其实，在丹麦人眼里，没人愿意看到德国人平安回家。上尉警告长官，如果继续纠缠，就枪毙那4名男孩。但面对威胁，长官没有理会，他违抗军令，偷偷篡改名单，将4个男孩从死亡雷区救了出来。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车在离德国边境不到5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，长官命令孩子们往树林跑。最后的最后，只有4个孩子安全回到家乡。可能是因为孩子们用自己鲜活的生命唤醒了长官的人性，或许孩子们的一次次善良举动改变了长官充满仇恨的心。最后一刻，他履行了完成任务回家的承诺，同时也拆除了他心里的那颗充满仇恨的雷。